嗨，你是 Sandra， Eric 的同学。是啊，你是他太太。嗯，你记性真好。之前陪 Eric 回加拿大见过你吗？我们还去过你家，你跟他妈妈住得挺近的。是啊是啊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几天而已，今天有空，所以来看 Eric。谢谢关心。别客气，他出书这么久，我还没来看过他。我约了人，先走了。周医生，麦医生，姐姐，你哪天回来的？刚回没多久。哦，周医生，什么事？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其实当时 Eric 是为了你留在香港，妈咪很舍不得他。你知道，家里的生意本来是准备让 Eric 接手的。不过，算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说也没用。我只希望可以把我弟弟带回去，让妈咪见见他。但是 Eric 的情况不见得适合坐长途机，所以我找了卓医生帮他检查，看他能不能坐飞机。他特地请了2个专科医生帮他检查。其实 Eric 留在这里，有什么事我可以马上处理。你对我们的弟弟好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。我很感激你，但你还这么年轻，你真的打算一辈子这样，值得吗？谢谢。妈咪她很开通，要我跟你说，你应该为自己考虑。我约了跟妈咪视频，让她见见 Eric。我先上去了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放心，艾瑞的情况很稳定，检查报告也很不错。但是要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是不是多少有点危险了？普通人坐10几个小时飞机都担心会有经济舱症候群，他现在不需要呼吸机，要担心的事也相对比较少。我还听他姐姐说会安排医疗包机。我之前有个病人，也是坐包机去的欧洲，没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。OK， 谢谢。不客气。Eric 的姐姐从加拿大回来了。那天我看到的真是他呀，我对他有印象。我记得你结婚那天他也去了。他说想带 Eric 回加拿大。所以你找卓医生帮他做检查。Eric 的家里人全都在加拿大，他是老幺，他妈妈和几个姐姐都很疼他。加拿大的医疗其实也不错，那边的空气清新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他。其实他过去对他还有他的家人来说都是最好的。那你呢？希望他去加拿大，还是留在香港？如果真心希望他去加拿大，应该在那边帮他把医院找好。如果希望他留在香港，就应该直接跟艾瑞的姐姐说，而不是找卓医生。可能你以为卓医生会跟你说他的状况不适合坐长途飞机，那么你就有理由拒绝他姐姐了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为他家人着想？你知不知道，认识这么久，这是你最大的缺点，只为别人着想，从不为自己着想。
你还没走啊？你也还没走？我忙着忙着就忘了时间。芝芝的生日会快结束了，但 Terence 说等我到了再切蛋糕。我跟泰斯说了，你没时间。啊？因为今天是你生日。上超。今晚能看到星星。是什么星呢？你手机有观星 APP？ 对呀。生日快乐！哇，怎么会？谢谢。我希望你过完这个生日，可以放下以前不开心的事，之后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。谢谢你，你说出了我的生日愿望。来，哇，你太厉害了！谢谢。你说过啦。我刚开始没发现，前年生日，你抓我去义工同乐日帮忙，然后到了平安夜，你又说人手不够，要我做助手。那个手术一做就是10几个小时。去年冬至，你叫我去看一个已经出院的小孩，接下来的生日又说要去城门河救小猫。哦，我还以为自己安排的神不知鬼不觉呢。特别的日子，你怕我胡思乱想，不知道你怎么能找到那么多借口。不过有一次很敷衍，你说酒店自助餐券快到期了，要我陪你吃掉，别浪费。不是吧？偷懒一次就被看穿了。这2年要不是有你陪我，我不一定能熬得过来。所以今天你以为我一定会陪你去芝芝的生日会？今年我不想再找借口，我特地带你回到我们第一次庆祝生日的地方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。喂，老婆，你醒了1个多月了，我叫大姐找你，你知道她老是爱拖。嗯，我想了很多天，才记起我的手机密码，不然都没办法打电话给你。801124，手机的密码是 Sandra 的生日。我醒来之后，问过很多人，才知道我昏迷了很久。不过我知道你经常来照顾我，我可以感觉到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啊？医生说我这种情况是奇迹。大姐他们一定很开心。我醒来之后，最想见的就是你。接下来，你需要做很多康复治疗，可能会有点辛苦，不过你一定要加油。知道。很晚了，你刚醒过来，身体需要时间适应，你要多休息。我送你。